好笑。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 Omicron 的这个疫情会离自己那么近。大家好，我是奥迪雷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如标题所示，我确诊我更忙了。今天是5月9号，因为有些症状，所以就进行快筛。这个手机的话是收音，我现在基本上不能太大声讲话，如果太大声讲话会咳嗽，会喘。那我今天准备了一些简单的 Q&A， 希望可以帮助到目前看影片的你。我们政府每天的政策，所以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小伙伴们在下面留言。那影片开始吧。实名制的快筛要去哪里买？去你们家附近的药局，或者是办公附近的药局，门口都会有贴几点到几点贩售。每间药局的规则都不一样，要自己去留意。实名制的快筛一盒要多少钱？一盒的话是500块台币，里面有10路。如何判断自己确诊？跟验孕盘很像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快筛结果，可以看到这是2条线，而且我的那个 T 很深，代表我现在病毒量非常高。他说要10分钟，其实根本不用，你滴下去大概过个10秒就可以看到结果。症状需要快筛吗？不需要。还没有去购买实名制快筛的小伙伴们，建议可以赶快去购买，就是跟公司先讲一下，如果是无症状，就把快筛留给家人。快筛确诊以后，我该怎么办？人家会跟你说打给1922，打给区域的卫生局，可是相信我，那个电话根本打不进去，永远都是语音。音乐可以自己步行、自驾、亲友接送，可以直接打119。当下你会很慌，卫生局打不通，1922也打不通。5月6号新增一个叫做社区采检站，需要预约才能前往。119部分可以留给中症朋友了。急诊室真的是忙翻天，护理师2个人就要照顾15个病人。筛检完你要去下载健保快易通 App， 会收到 PCR 阳性的通知。5月7号以前的确诊者居家照顾隔离天数是10天，加上7天的自主管理。他会问你说你有没有无接触史，或者是有接触史。无接触史的话，在居家隔离10天。如果你有接触史的话，密切的接触者是谁？这个不能乱填。密切接触者的话，在家也要自主3+4的居家隔离。线上的疫调单，这个一定要填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不用等系统回填给你，你要自己去找那个网站。当天我们填的时候是整个大当机一直转，负载的那个能量已经供过于求。5月8号收到最新的直播通知，是说居家的照顾隔离天数缩短为7天。什么是 PCR？ 全名叫做 Pulmonary Cheek Reaction， 中文的意思聚合酶连锁反应，可以测你的 CT 值，准确度很高。它的缺点就是它很费时，医院外面都要测 PCR， 而 PCR 的话要多久？这个不确定。我看新闻有人说排了7、8个小时，从下班排到凌晨12点。那天排的话是排了4个多小时。我那时候还没有确诊，真的是去了现场一次，很多小朋友都昏倒，还要挂点滴，坐在轮椅上面，我看真是心很痛。测 PCR 需要费用，需要自付公费。那公费的意思就是挂号费。PCR 需要线上预约吗？这个要看各间的医院，他们的 SOP 都不一样。像我们那天查去 A 医院，他说如果要做 PCR， 要前一天就要先预约，当天都是额满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 B 医院，请问你们可以做 PCR？ 他说可以，你们就现场在外面排队带检体，防疫包核实可以收到。卫生局就打电话给我们，他们说那个不是他们管辖的范围，所以他无法正确回复我们何时可以送到隔离通知书，这个真的是无法确定。很多人要拿隔离通知书才能做请假跟所谓保险理赔的费用，这边就只能慢慢的等。确诊者何时可以解除隔离？2次快筛为阴性，或者距离发病采检达到5天一次，快筛是为阴性，或者是说距离发病日或采检日已达到7天，无需要再采检，是避免去人潮拥挤的地方。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？发高烧、头痛、流鼻水，喉咙有很浓的黄痰，扁桃腺整个发炎、咳嗽，基本上就是感冒后遗症嘛。嗜睡、没有食欲、头很晕。你现在吃东西还有味觉吗？还是有，可是变得不敏锐。吃很甜的东西吃不到甜，
吃很咸的东西不会觉得太咸，吃很辣的东西没有感觉到很辣的味道。如何做好完善的居家隔离防疫？我们家的话是餐具大家都分开使用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他是他的。门口准备一个酒精，没有确诊的人碰到我们的东西不要喷。我大概1个小时就会去洗一次手，喝大量的水，水真的很重要，会把体内的病毒给排掉。讲求就是政府规划的1人1室的这个需求，确诊者就不要再出来。卫浴空间如果是共用，确诊者使用完以后，尽量拿酒精跟漂白水一定要去擦拭。于家中有准备了哪些处方的药物？我目前是轻症，我们的话是准备了像是这个一般的感冒药，这个跟美格。这2款我目前吃的话，对我是没有任何效果，药性太强，因为毕竟它这个是一般的流感病毒。其实我现在还是有在发烧，要努力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些 Q&A， 有请家人去买所谓的加强型的布拿特，这个的话是不能跟刚刚那个2者一起吃，因为它的药性很强，怕胃会受不了。口内炎跟咽喉炎的这个吃起来就有点像是2片，吃药之前一定要垫胃，不要空腹吃药，因为胃会受不了。我现在就直接现场量。我刚刚早上量的话是37.3，昨天量的话是还在发高烧状态，38.4，要求37.9了，要换另一支37.7，比刚起来都更少。大鸟最近看太多社会新闻，那些确诊者还在那边出去拍照，代课老师就被罚200万，活该。如果身边有像是我这种确诊者的朋友已经康复到公司、到职场、到学校上班或者是上课，真的要去关心他，不要觉得他是个毒瘤，因为他毕竟也是原本的朋友，他只是不小心确诊。因为说真的，没有人希望确诊，主动去关心好吗？他们已经很可怜了，已经变成社会的边缘人了，真的是什么防疫包、什么隔离通知书都已经解禁了，还没收到，这巴洛克式白眼翻到一个极致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边，如果大家有些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。